我羡慕他可以很了解自己，然后我羡慕他，可以很坦诚这件事情，因为我做不到，因为我害怕，我又讲出了某一些我真实的感受，我可能要面对的可能是离家出走。大家好，我是蓝，然后我目前在做的是创意相关的工作。我们本身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婚姻，但目前处理的都还不错。然后他其实也蛮融入我的家庭的，所以我的家人某种程度也把他当成家人在看待这样。我是邓廷，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之前是一个政治工作者。我跟他在一起，我们在一起11年，结婚6年。但是我们于今年有离婚再结婚。我们2个人认识嘛，就是在一个朋友的就是局，然后某个程度来说，他蛮吸引我的，所以我在当下有跟他留联络方式。第2次碰面也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所以我第3次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单独约会碰面？然后他那时候给我的一个前提是，他知道他自己不是一个1对1封闭关系的人，然后他也很清楚跟我表明，虽然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相信，就觉得你只是在敷衍我。应该说我在认识他之前，我自己都已经走完那个关系开放的历程，就是我大概蛮确定我自己要的就是开放式的关系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只有想一件事，就是我希望所有应该说在跟这个关系有关的人都不要受伤。我也很明确跟他说，就是就算我跟他在一起，我也不会切断我跟原本约会对象的关系。那你也要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否则就是我们可以当很好的朋友也 OK， 但不一定要进入到伴侣或交往的层次。可是我觉得，如果一旦要谈这件事情，我就会希望这个前提是我们大家都有共识的这样。所以我一接收到这个资讯之后，就跟人家分手，我就回去跟我男朋友分手了。就是我认识他之后，我就是那个时候的穿着是我会穿着几乎是露屁股蛋的下缘的短裤，然后剪到腰间的大袜的衣服，就是我所谓的辣装。然后我也没有再管，我就去了他奶奶家。他奶奶就很生气，说怎么会穿这样？他妈也问说为什么会穿这样，然后就跟他妈说，衣服是你儿子买的，鞋子是你儿子的。如果你要嫌弃这些，去骂你儿子，不要骂我。大概就是讲出这种话。结果他奶奶就因为我穿着辣装，就是比如说要陪奶奶去医院的时候，他奶奶就拒绝我。我还很难过的在自己杀去他奶奶那边，然后大哭说：“奶奶不要这样，我其实很想陪你去医院。”因为我自己的态度一直都是，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做自己的权利。说真的，我觉得你只要没有妨碍到别人，对我来说想做什么，我觉得都可以。就是你可以表现出你原本的样子。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我一直跟他讲，就是我觉得我不会阻止你做任何事，可是我会给你一些提醒。就像穿衣服那个事情，就是他那样穿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觉得我家人不会喜欢。”我说：“可是我不会阻止你，可是你就要知道说，那万一他们有意见，你就要去面对。我会尽量提醒你，然后不要让你刻意去受伤。但如果你为了坚持一些你很重要的价值，好像也没有一定要顾虑到这么多人或这么多事情。我觉得那是你的自由，你应该要好好把握。这样，其实我也很羡慕他很多特质，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没在管这个世界。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动力非常强的人，他可以对他有热忱的东西持续不断的往前进，就是光是待在旁边就可以感染到很多能量。我觉得有点像是看球赛的感觉，就是你不一定自己有那个能力跟体力去打球，但是你看了一场精彩的球赛，你会觉得一起跟着热血沸腾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他很常会带给我这种感觉，或者是他会帮我把很多的东西往前推。我们在一起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的兴趣，就是我们一起去潜水。可是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准备跟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有一点点费力的这样。然后但是他会愿意为了成全我的这个东西，然后花费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去 push 我可以达成这件事情。这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我就觉得蛮感人的这样。对，潜水对我来说是
目前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追得上他的东西。我在认识他之后，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交友环境、家庭关系，不管是工作的成就，不管是学历，前面我是非常羡慕他有这些东西，同时也是让我觉得我一直配不上他，或我可能无法跟他结婚的焦虑来源。终于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起开始的，我好像还追得上，然后我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潜水对我来说，就是前面他也蛮辛苦，因为我在意的事情是我们一起的过程，我在意的是我们潜在水里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转头的时候我刚好也看到，我看到了什么他想看的东西，我指给他的时候他刚好也看到，是我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过去在关系里面的某些东西是你不需要达成共识，是因为有蛮多约定俗成的东西，就像刚刚说一对关系里面，就是我就是不可能去跟别人发生肉体关系吧，我甚至连有欣赏的异性可能都不太行。那这些就是你们没得讨论，因为它就已经明确被规范。就是过去好像一对关系里面有点像你大概有一个固定的剧本，你就照着这个剧本把它演好。然后开放式关系比较像你拿到一个大纲，然后你要怎么即兴的把这个东西用你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觉得好像就完全是一个另外一种呈现出来的方式，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所谓的界限，我觉得比较是我们必须要在很多很细致的东西去达成更进一步的共识。就是要去跟别人发生某一些关系，其实这中间有超级多画更多界限或是建立更多共识的可能。就比如说，有些人是说你只能约陌生的人。有些人说啊，如果你要跟别人发生关系，那就只能发生一次，不能持续，就变成这些东西都变成忽然间变成可以讨论的。那既然可以讨论，就是它必须得有一个共识，你们的关系才有办法走下去。对，我觉得好像是不断在建立很多细小的共识的过程，这样。因为我是一个我不是很了解自己，然后我脾气很多，然后我有时候不太确定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情绪，但他是一个很知道自己情绪状态，或者是他会甚至跟我说，我的情绪是不是可能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你所谓的安全感，我比较连接是他这些行为让我觉得很放心。至于有没有安全感，我必须说没有，因为我对于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打从心底的不认同、不接受，只为了关系硬在一起买单的时候，那个安全感其实是没有的。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关系问题，好像不来自于我们两个之间，都比较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即便他提供了再多安全感的来源，跟稳定坦诚这件事情，我依然没办法在他的支持下面长出安全感，因为大部分其实都还是我的个体。就是回到那个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跟我不相信爱跟或者是我能爱别人这件事情。所以即便他给了我很多，我可能在前期是完全收不到。接收不到。当初结婚对我来说的意义比较是，我以为结了婚之后有一些事情都确定，比如说结了婚就是这已经是我可以踩的他最后一条底线了，这条踩下去之后，我应该就会感觉我被爱了，安全感就会来了，然后我应该就可以放心的。不再担心任何跟开放式，不管是再找一段新的，他找一段新的关系，或者是新的外找的时候，我应该就放心了吧。所以那个时候结婚的状态，我有比较多的是在做这些事情心理的确认。后来我就认知到，这就是我自己的，不管是不安全感，不管是自己内在的确认的这些东西的决定。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整理自己，然后就决定在今年。我就跟他说我想离婚，我有一点在意是那个利用婚姻关系去确认自己的不安全感来源跟自己的这些 issue， 用这个理由去结婚的自己。同时我也意识到，因为那个没有准备好的自己，让在这段婚姻关系里面，我依然感受到兰他的不舒服，所以我想要跟这一切的我做一个告别，所以我跟他说
可以帮我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会跟你有关，就是我想离婚。同时，我希望他在当天再告诉我，他愿不愿意再跟我结婚，因为我得经历过一个已经离婚后，去感受离婚是什么感觉，跟我真的跟自己告别之后，你再告诉我答案，我会比较舒服。所以我们就在今年我生日的时候做了一个，我们又离婚又结婚，然后他说我造成了很多户政机关困扰的一个决定。以往我们可能至少我可能会觉得结婚了以后，因为结婚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感觉就可以摆烂，或者是就是暂时不用去处理。但是开放式关系让我学到的事情是不断的沟通，这件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相对的，在我看待离婚再结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这一次是很放心，而且很认真的看待，因为当我知道我们现在有选择权，先离开，重新再做一个选择，而且我们愿意还继续在一起经营这段关系的时候，我会感觉很开心跟踏实。开放式关系有让你成为一个更怎么样的人吗？我觉得是更认真、更严肃面对，不管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自己的状态，他的状态，还有我们要一起共同生活的状态，你会更用力跟专注在每一次的状况跟练习。我好像会更认真看待跟每一个人相处的独特性。就是我觉得过去在1对1的时候，你好像就会想象感情是一个特定的样子，那不管跟谁，你好像都想要把它经营成那个样子这样。但是我觉得在开放之后，我反而是我觉得跟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很珍贵的。那个珍贵不一定是说我一定就可以跟你变得非常好或靠得非常近这样，反而就是我跟你如果只能走到这边，或是我们的关系只能前进到这边也很好。然后如果有机会再更深入也很好，就变成每一段关系其实都会非常独特，然后会长出他自己的样子。然后你没有再强迫说我现在跟你在一起，我就是期待未来要结婚，然后我们就要共组家庭，就是拿掉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相处起来真的自在好多。或者我觉得拿婚姻来做个举例好了，就是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契约，就是你买单了这个东西，就变成你所有东西都得买嘛。就是因为婚姻的社会设定就是这样，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我不要，这个我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要。可是我觉得开放就是完全不一样，开放就是每一个东西你都可以，你们2个都可以共同决定要或不要。我觉得开放好像是一个更快就面对这些事情，你不用等到婚姻的这个步骤，你就可以去讨论很多很多的事情。什么东西你们喜欢，什么东西你们不喜欢，你们都可以把它剔除在你们的关系之外，然后甚至喜欢的东西，你们可以一起把它纳进你们的关系之内，这样子。我自己的感觉，不管是婚姻还是封闭关系，它对我来说的统称，它就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只是给我一个好像很安全，因为我待在里面似乎很安全，但它没有办法让我理解这完整的世界。但开放或者是同志关系的探索这件事情，是让我可以完整的看见世界，同时也知道原来世界有哪一个角落我是不喜欢，哪个有角落是我是不舒服。但重点是我有办法看见整个世界的样貌。你们各自觉得自己需要对方多，还是对方需要自己多？我原本觉得需要对方多，但我尤其这次越南行之后，我发现，需要对方多，这个会是一个我很不好的习惯，因为它就会变成有点类似进到1对1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里面，我就有一个逃避的空间，我就有一个借口跟理由，所以我现在这当下比较是觉得我要依赖自己多一点，因为唯有我自己很稳定，跟我有办法没有负担的爱的时候，那个爱给对方才会也是没有负担的，不然就会有一些可能我讲这句话是不是要担心什么啊？可能我做这个动作我需要考虑你的感受的那个东西，就会才是我在关系里面我最不喜欢跟我最在意的事情。所以如果是现在这个当下，我的答案是我觉得
要在意自己多一点。我好像不会用需要这个字，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一定需要谁，对。对，可是我很珍惜或我很喜欢有他的陪伴，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因为有他的陪伴而让我的生活变得很精彩，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事情。那我也希望我有带给他这样的东西，这样。